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学习数学函数在 Grasshopper 里面的应用。那之前呢，有教过用 series 来创造一个比较有规则的序列，比如说像是它的递增的这个幅度每次都是+1或者是+2。那如果你想要这个递增的幅度呢，可能是稍微不规则一点的，或者是它的这个集距是越来越大的，或者是有点像等差级数这样子的。那这个要怎么做？这个的话就会应用到在 Grasshopper 里面的这种数学函数的一个计算哦。我们可以到 Math 底下这里，在 Script 这里呢有这个 Evaluate 跟这个 Expression 这两个电池呢都是可以来做数学函数计算的。我们把它先拖出来。好，我们先来看这个 Evaluate， 它在这个呢 Expression 这里其实就是我们可以输入函数的一个地方。然后下面这边有 x 跟 y， 对不对？这边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个参数输入，就是你可能一个变数或者是数字输入的地方。那呢，我们就先到 parameter 这边，我们用这个 panel 板，我们可以直接在 panel 板这边打想要的函数，然后把它送到 expression 里面，或者呢是你直接在这边点2下，然后你就会进到这边来，就可以进行一些函数的一个编辑。好，那我们先出来，我们直接在外面打。这边我们打一个简单的，我打一个可能 sin 括号 x， 好，缩小一点，然后把它送到 expression 里面。然后你注意哦，看一下它这边这个输入端这边是写 variable x， 对不对？但是呢，我现在这边我给了这边的这个函数里面，我给的这个参数它的这个符号或者是它的这个字母，我是直接写 x， 所以呢，我在这边必须把它改成是相符的。你如果这边你打 i 或者是你打 y 或者是其他的英文数字，你在这边就要改成对应的符号。在这边按一下右键呢，我们可以更改它这个输入端的这个名字，我们把它保留，只剩下一个 x 就好了。然后因为我现在其实只有一个 x 的这个参数，对不对？我把这个 y 呢放大一点，按减把它删掉，这样。然后这时候我就可以在这边我直接给它一个 x 的数值了，可能我给30好了，送进来。然后我们一样用个 panel 板接在后面看一下，这边就有一个-0.988这样。那在这个呢 expression 它其实跟这个 evaluate 很像，它只是会直接把你这个函数显示在中间这里。那它编辑的方法一样是点2下，然后我们在这边直接呢进行修改。那我们在这边也一样可以打一个 sin 括号 x， 好，然后记得一样这边的这个 x 跟 y 呢，要把它改成是跟你里面这个函数有用到的这个英文字母或者是符号要是相符的。那我一样在这边我把它删掉一个 y， 然后在这个 x 的地方呢，我把它名字更改成只保留一个 x， 然后我一样把这个30送进来，后面一样接个 panel 板。可以看到它得到的这个结果其实是一样的。你也可以写稍微复杂一点，比如说你想要 sin x， 然后加 cos y， 好，这样，你看它这时候就变红了嘛，因为你现在只给了一个 x， 你没有给 y， 所以呢，一样放大，我们再加一个，那它就会有 y 了。然后我这边再复制一个 slider， 然后这边给一个数字，这样就会得到一些不同的结果。那这个的话呢是数学函数的应用，你们可以上网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函数，然后可以试着把数字带进来。那我自己本身数学不太好，如果我对函数没有这么多了解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利用 Grasshopper 里面有一个电池，在这个 parameter 底下这边有这个 Graph Mapper， 觉得它是数学不好的人的救星。好，那我先把上面这个删掉，看得头有点痛。好，那 Graph Mapper 呢，它其实就是用图像化的方法来表达或者是描述你的一个数学函数。你可以在这个电池呢，你按一下右键，这边有这个 Graph Types， 这边其实就有蛮多种的，像是这个贝兹啊，或者是高斯线型的，或者是抛物线。那这边也有这个 Sine，
我们可以点一下。好，那这个要怎么应用呢？我们前面这边会需要给它一些数字。那如果我们要创造数字的话呢，我们先到这里 set 标签底下，我们给它一个 series。好，我们这个 series 啊，它出来的这个数值就是预设的话就是0到9，然后总共10个数字。我们可以直接把它送到 Graph Mapper 的这个输入端里面。然后我们一样后面给它一个 panel 板来看一下。你看，你原本0到9的数字，它变成了0101，这是为什么？好，解释一下哦。我们在 Graph Mapper 里面啊，你看它这个方向，它其实有点像一个坐标，有没有？这边的话呢是 x 方向，这边的话呢是 y 方向。然后 x 方向的话呢，它是我们的输入端的最小值到最大值。然后 y 方向呢，会是我们这边输出端的最小值到最大值。那你看它现在最小值到最大值都是0到1，都是0到1。我现在这边给的这个 series 它是0到9，所以它其实已经超出我们这个输入端0到1的范围了。所以呢，这时候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数字上面的一个更改。我们可以点2下，好，就进来这个编辑的这个界面。刚刚有提到嘛 ，x 是输入的 ，y 是输出的，所以呢，我们刚刚是用0到9的这个 series， 在这个 x 这边呢，我就把它调整成0到9。好，我按一下 OK。你看现在这边就多了一些红色的线哦，它其实呢就表示说你现在这个输入的这个数值的这个位置，像是我0到9这边就会有一条0的这个线。然后这边会有1嘛，2、3，然后到这边是9。好，然后我如果假设你看0、1、2这个2的这个线这样对上来，到这边的话，这个值就会是这个数字。好，我如果选0、1、2、3、4，如果是这个值的话呢，它这样这边对过来，就会是这个数字。因为我现在这个 y 的这个范围，它其实就只有0到1而已，所以它这边的这个数字呢，就会是很小的。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用 construct point， 我们到 vector 这边，我们选择这个 construct point， 我们来将这个数字来视觉化，会比较好看一点。我们来建构一系列的点，那这个点的这个 x 方向呢，我直接用原先的这个 series。好，然后 y 呢 ，y 的话，我们直接用这个 Graph Mapper 玩的这个数值，我们直接把它送到 y 里面。那它这个时候变化还很小嘛，因为我这个时候输入端的这个最小值到最大值只有0到1，我们可以点进去更改一下，我把它改成0到5好了。好，这样这个数字就会大一点。然后你会发现，它现在这个图形的这个排列的这个方法，其实跟你现在这个里面这个图很像。它这上面有2个白色的圈圈，有没有？它其实可以移动。你看，你的这个点就跟着在移动了，因为你的 y 的数值就一直在改变。好，你们也可以试着更改一下其他的这个 graph type， 可能选择像这个抛物线的。好，或者是像是这种 conic。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利用这个 Graph Mapper 配合这个点位 x、y 的这个更换呢，我们来画一个大师的案例。来看一下，这个的话呢是卡拉查瓦的一些作品。那我们等一下来画一个简易版的，可以看到它这个构件的变化，它由长到短，或者是它这个高低的这个更改，它其实如果用一般的这个 series 是比较难做出这种这么有变化的这种改变。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配合我们刚刚学到的这个 Graph Mapper 的应用，来让它的这个数值更改的幅度更滑顺，或者是更多元一点。好，那我们现在先把刚刚这边的东西先删掉。那呢，我们先在 Rhino 里面，我们画一个基准的一个曲线。我们将视川呢切换到 Front，
然后我用这个 interpolate points， 我在这个 from 的这边我画一个简单的一个曲线，曲率不用太大。好了之后呢，我把这个线丢到 Grasshopper 里面，我到 Parameter 这边选择这个 curve 的参数，然后选择 set one curve。好了之后呢，我用 divide curve， 我们到 curve 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divide curve 来将这个线进行分点。我把这个 curve 直接送进来，然后在 cut 这边呢，我们给个20好了，好，分多一点。那这样子我们其实就已经分好点了。现在的话呢，我需要取得的是我这个点位上面的一些XY 坐标的这个资讯。那我们可以到 vector 底下这边，我们用这个 deconstruct， 它呢是把你的一个点的 XYZ， 它分别把它拆出来。我们原先是利用这个嘛 construct point， 它就是分别给 XYZ， 它就会创造一个点。那这个的话呢，它是把你一个点的 XYZ 分别截取出来。好，我把这个 divide curve 的这个 point 呢送进 deconstruct point 的这个 point 里面。那可以在这边我们给它一个 panel 版，就会看到你这个 XYZ 的这个数值都分别被截取出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给 Graph Mapper 了。我们一样先创造一个序列，我们到 Set 标签底下选择这个 Series。那前面这边预设的数值就不更动，我们等一下直接在 Graph Mapper 里面修改就好了。我们到 Parameter 底下选择这个 Graph Mapper。好，我们直接呢把这个 Series 送进来，然后我们选择 Sign 的这个函数好了。好，然后我们更改一下这个输入端的值，这边是0到9嘛，然后输出端的话呢，我把它改成是3到9好了。好，那这个时候我再来创造新的点，我的这个点呢，我一样到 vector 底下这边，我用这个 construct point， 我希望这个新创造的点位我在 x 方向它是不变的，所以呢，我直接把原先这个 deconstruct point 的这个 x， 我直接把它送到 construct point 的 x 里面。然后呢，我想要调整的是我的 y 跟 x， 我要让它比较有，往这个方向长，然后它是有这个高度的。那在这边呢，我把这个 y 我先给它一个定值好了，我这边先给个5好了，我把它送进来。然后我把这个 Graph Mapper 完了这个数值呢，送到 Construct Point 的这个 Z 里面。那可以看到你的这个就开始有一些变化了。好，那你会看到，后面这边怎么全部都是平的？那是因为我们前面这边创造了这个数字啊，它只有10个，可是我们这边分的点它是20个点，对不对？所以我 Graph Mapper 完的这个数字，它其实就只有到10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前面10个点它会有对应的这个数值。那在后面的话呢，它都是会重复最后一个。那这个的话呢，是跟 Grasshopper 里面资料配对有关，这个在后面几支的案例会跟大家介绍。我们这边只要直接把 series 的这个产生数字的这个数量呢，直接把跟前面这个20一起把它送进来就可以了。好，那注意哦，我们如果把20送进来的话，我产生的数列就变成是0到19，所以呢，我们一样在输入端这边呢，我们要把它更改成0到19。好，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就做好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将这个线跟这个线，我们将它连线。我们到 curve 这边，我们用这个 line， 好，起始点是这个，终点呢是我们刚刚创造完的这个点，好，把它连起来，稍微旋转一下视窗，那其实已经有一个基本的雏形了。那我们等一下要做的呢，就是我们把这边这些线，我们把它映射到另外一个方向。那如果我们要映射东西的话呢，我们到 Transform 底下这边有这个 Mirror， 这个的话就是镜像。
这个电池的话呢是做镜像的，我们现在要 mirror 的这个平面的基准呢，是不是这个 XZ？ 我们如果要用 XZ 的话呢，我们到 Vector 标签底下，我们这边选择这个 XZ Plane， 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个产生一个 XZ 方向的这个平面的这个基础。好，我先隐藏一下，你看它这边预设的话是在 YZ 平面嘛，我们如果在 YZ 平面近摄的话，它是会变成是像这样子的，这样近摄过来的。那我们想要的是，我是要长另外一边这样过去，那这个方向的话就是这个 YZ 的平面。那我们直接呢把这个 YZ 平面送到 mirror 的这个 plane 里面。那我们要 mirror 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这个线，我们直接把它送到 geometry 里面。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镜像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再增加另外一个方向的 Graph Mapper 的这个弧度。我们刚刚在 Y 这边呢，我是直接给5，所以我在 Y 这边，我每一个都其实是一个比较定值，它看起来会比较呆板一点。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把刚刚这个 Graph Mapper， 我们直接把它送到 Y 里面，将它进行一个替换，这样产生的这个线呢，它就比较有律动性一点，变化也比较大。我先将前面这边的这个点进行一个隐藏。那接着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线，我们把它长成体。那如果要将线长成体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到 Surface 标签底下这边呢，我们在 Freeform 这里，我们选择 Extrude， 我们将这个线，我稍微移动一下，放大。我们将这个线呢往 Z 方向挤出，所以我直接把这个线送进来，然后还有这个线嘛，我把 Shift 按住，然后把它送到 Extrude 的这个 Base 里面。那我刚刚说要往 Z 方向，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到 Vector 底下这边，我们选择这个 Unit Z， 给它一个 Z 的方向，然后把这个送进 Extrude 的 Direction 里面。它现在预设呢是往 Z 方向挤出一单位。好，那呢，我想把它更改成 0.5， 我在这边打个 0.5。好，有了这个 Z 方向之后呢，我们再将这个面往 X 方向挤出，这样它就会变成一个体了，就还蛮快速的一个做法。所以呢，我直接再给它一个 Extrude。我把这个 Extrude 呢接在我们刚刚往 Z 挤出的这个输出端后面，把它送进来。然后刚刚说是往 X 方向挤出嘛，我们到 Vector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Unit X， 把它送进 Extrude 的这个 Direction 里面。那在这个前面挤出的这个单位呢，我们这边不用给太大，我们给个 0.25， 好，直接把它送进来。这样的话，其实就画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可以在中间呢，再让它稍微有一点厚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我们直接更改前面这个曲线的这个位置。我们刚刚是直接针对这个线为轴，然后将它进行 mirror 嘛。我可以稍微把它往旁边移一点，这样我中间这边就会产生一个间隙了。然后这时候呢，我再将这一条曲线一样再近摄一次，所以呢，我将这个 mirror 往下复制一个，然后我一样是在 XZ 平面镜像嘛，我把这个 geometry 呢更改成这个 curve， 我把它送进来，所以这样我们就有2组 mirror 的东西，一个的话是这个线，一个的话是这个曲线。然后我们可以将这2条曲线呢，我们把它 loft 起来，把它变成一个面。我们到 Surface 底下这边，我们选择这个 loft。好，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将刚刚这个线把它送进 loft 的 curve 里面了。我们再将前面的线把它送进来，点一下，然后按住 Shift， 好，把它送进 loft 的这个 curve 里面。好，
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完成这个面的形成了。这时候呢，我们一样可以透过 extrude 的方法将它长一个厚度。我们直接复制这一组 extrude。好，我按住 Alt 键往下，好，把它送进来。配合 Graph Mapper 的变化呢，可以达到一些还不错的一个视觉效果。可以试着调整一下这个参数。好，那这是今天的案例。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一开始，我们先教了这个 evaluate 跟 expression 的应用，它是直接输入数学函式的一个方法。那主要需要注意的就是你的这个函式里面的符号或者是字母的描述呢，跟你前面这边这个参数的输入端有没有符合就可以了。然后呢，接着我们有用 Graph Mapper 来做这种比较图像化的一个函数的一个应用。然后接着利用这个函数跟 series 的搭配呢，配合这个 construct point 跟 deconstruct point 来将这个点位的 XYZ 来进行一些调整。然后我们将这个图形呢 mirror 之后呢，将它用 extrude 的方法来快速的长成一个体。那这是今天的案例，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或分享哦。